在美国买房子，你必须知道的自住房和投资房。怎么定义自住房的概念呢？每个已婚的家庭或者是单身个人的基本住宅就是自住房。它区别于其他的住宅，如投资的出租房、度假公寓等等。从税法上面说，如果纳税人同时拥有两套住宅，他居住的时间相对较长的那一套住宅为首要的住宅，就是自住房。另一个房产的话，一般就是被认定为投资型的房产或者是度假屋。自住房贷款与投资房贷款有哪些区别呢？鉴别投资房，鉴于自住房贷款有低利息等优惠的政策，很多民众即使在购买投资房的时候，也想以自住房为申报。实际上，银行会依据一些条件来判定顾客购买的房产是用于自住还是投资。付点数降利息，如果民众想要以自住房的利息来购买投资房，也有一种办法，就是付点数，一个点数就是贷款金额的1%。举例来说，对于40万的投资房贷款，根据房利美的规定，如果要拿自住房的利息贷款的时候要付2个点数，就是40万乘以2，也就是一次性要支付8000元。那么是选择一次性的购买点数还是较高的利率呢？这要看民众保持投资房多久。例如，一个贷款40万、30年还清的房子，投资房比自住房的每月还贷相对的多出100元。如果选择付点数，大概就是7年，就把8000元赚回来。但是如果购房者打算2、3年就卖掉房子，那么就没有必要购买点数了。首付要求高，从贷款的比例来讲，投资房贷款最多只能申请到70%，这就是说，购房者至少要付30%的首付，而自住房贷款有时可以达到90%之多，银行对首付的要求也会更高。自住房首付款可以由父母、朋友赠与。如果购买投资房，银行要查看申请人2个月的银行的月结单，其中不允许有任何的赠与款。另外，申请人的信用要求也更高，通常要在660分以上，而自住房只要620分就可以了。在美国，相对其他商业贷款，申请房屋贷款是比较容易的，而且的话利率是比较低的。因此，购买房产的话要善于利用银行的贷款，也就是学会积钱投资，就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但是，投资房贷款和自住房贷款是有些不同的。申请投资房贷款，最好曾经做过房东。投资房购房者去银行贷款的时候，银行会看负债和收入的比例，不能超过43%到50%。例如，某人月收入5000元，当前自住房和未来的投资房加起来的所有贷款、地税、保险等负债的额度每月是2500元，负债和收入的比例刚刚好是50%，他可以申请到这个贷款。但是如果本人还有汽车的贷款200元，负债达到54%，就不能申请到这栋投资房的贷款了。在美国买房，第一套和第二套有什么政策的差别呢？如果是自住房，而且这套自住房还是用贷款买的，那么你在报税的时候，和自住房相关的一些费用都可以抵免税。比如贷款的利息、贷款的点数、地税等等，这相当于给了购房者一个很大的税务的优惠。如果是纳税人想要出售这套自住房，原本要缴纳资本增值税，但是如果被出售的是自住房，
而且业主在近5年内于该住宅的居住至少2年以上，卖房的利润个人低于25万美元，夫妻的低于50万美元的部分，无需缴纳资本的增值税。当纳税人申报其自住房之后，美国的税务局将会定时的检查纳税人的电话记录、账单支付、纳税人是否有在住宅区行使其公民投票权等一系列的可以显示纳税人是否在该住宅常住的情况。因此，纳税人很难谎报其自住房的状况。投资房的话，就是如果你除了自住房，还买了另外一套用于出租，那么租金收入在报税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可以省税呢？出租房屋的支出，首先，屋主维修出租房屋所花费的支出，一定要保留收据，因为这些收据在报税的时候都可以算作是支出，以抵房租的收入。如果是请工人，也建议屋主从国税局网站上面下载1099表格，这样支付给工人的费用可以用来报税。许多华人在聘请工人的时候都愿意以现金方式交易，以取得较低的收费。但是这样做的话，不仅报税的时候没有凭据，而且无法获得冲抵租金收入的出租成本的支出。折旧冲回出租房的另外一种节税的策略就是折旧的冲回。只有房子的价值是可以折旧的，土地价值的部分不能折旧。出租房分27.5年来折旧算，比如说你买个房子20万，土地的价值4万，房子的本身值16万，你每年就可以折旧16万除以27.5年，那就是5818美金。也就是从租金收益中扣除27.5年以后，你就可以已经把那16万都得救完了。这时候你把房子卖掉，卖了30万，增值的10万，你要付长期的资本利得，税率比较低，可是那16万以前帮你省税的折旧部分，你要重新的交税。这部分的税就叫做折旧冲回。专家说，不少的房主放弃了折旧，这样做不太正确，因为一所房子可能出租几十年，国税局很难查是否拿折旧来抵税，所以税法规定，不管以折旧还是可折旧，都要吐回，不拿白不拿，白白的损失折旧不划算。而且30年前一个20万的房子，现在已经价值100万。当年折旧省下来的税，用今天的物价折算，可能升到5到10倍了。因此建议折旧越早越好。那么用谁的名义投资也是有窍门的。如果你是以个人的名义投资房产的话，可以通过房子的地税、保险费、房子的折旧费、装修的维修费、房地产公司的管理费、房地产经纪人的中介费等这些方式来抵税。对于高收入者来说，省下的税可以高达40%，相当于政府帮你给了一半的开支。如果说你是用公司的名义投资房地产的，除了以上说的抵税项以外，所有公司的租金、电话、日常的维持、日常管理所需要的所有费用、员工的所有工资、福利、用公司的名义买的电脑、家具、电器等等、办公用品等等，通通都可以抵税。
谨记要保留好原始的发票，还有收据或者是信件等等，作为报税的凭据。对于非美国的税务居民，一般在美国居住的来说，购置美国房产在税务上一般不会区分是否是首要住宅或者第二套住房，因为两者在税务申报上面没有差异。不过，如果购买者第一套用于居住，准备购买第二套房用于投资出租的话，在购买和持有上，则有可能会面临美国政府不同的政策对待，贷款成本会增加。购置房地产是中国人比较热衷的投资渠道，大多数人都会购买多套物业用来投资收租。但是对于购买第二套房的人来说，其首付和利率相对于第一套房子会变高。在美国，所有放贷业主最关心的就是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如何证明你具有充分的还贷能力，是买房客户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没有足够的收入证明自己具有支付债务和房贷的话，几乎不可能获得贷款，也适用于没有收入的学生。一条鲜为人知的放贷规定允许你证明有更多的收入，只要你把新房或者现在住的房子变成出租物业。图税务抵扣优惠，不同提政府允许购房者在纳税时将用于首要的住宅贷款的利息从收入中减除，这相对于给了房购者一个很大的优惠。换房则适用于1031房产置换条款。如果购房者是换房子，那么适用于1031房屋的置换条款。1031条款是指对于个人投资性住房而言的，在处置房产时，只要满足45天内锁定新的房源，6个月内完成交割的话，那么原来的房产处置的资本利得税可以递延到新房产上面。此条款可以反复应用。如果之后的房产处置以后又购置第三套房产的话，满足条款的要求，既可以递延到新房产上面，以此类推，可以做到一条递延的缴纳资本利得税。同时，财产的购置条款允许同时锁定3个房源，只要不超过房产原值200%即可。最后就是当拥有2套住宅以后，作为首要住宅的房产，纳税人需要向政府申报。美国的纳税局会定期查看纳税人首要住宅的账单支付，以及是否在住宅常住等等的情况，所以纳税人是很难隐瞒首要住宅的状况的。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针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美国政府一直在逐步调整和完善其住房的政策。对于低收入阶层的住房补助，联邦政府将转向资金拨给公共住房管理部门，以2种方式对低收入的基层进行住房的补助。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订阅。